嘿，朋友，不管你现在是刚挤完捷运回到家，还是忙完一整天正瘫在沙发上放松，都请你先深呼吸一下，问问自己是不是觉得钱越来越不经花了。超市随便买点东西，账单就让人吃惊，常去的小店价格悄悄涨了好几轮。如果你也深有同感，那么今天的内容就是为你准备的。我是志霖，欢迎来到健康之道。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关乎你未来几年的生活品质。许多经济信号表明，全球环境正在发生变化，不少分析和模型都指向2026年这个时间窗口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经济如同四季，有夏就有冬。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，我们经历了长期的低利率与繁荣，而现在通胀攀升，利率上调，仿佛在提醒我们，一场周期性的调整可能即将来临。大萧条听起来遥远，但历史往往有相似之处。为了让你和家人在可能的风雨中站稳脚跟，甚至把握新机遇，接下来我们就彻底聊聊，从此刻起，哪些钱必须捂紧口袋，不能再随便花。每一条都是实在的提醒，直接连着你的钱包。建议你收藏本期内容，在冲动消费时用它冷静下来。也欢迎你订阅健康之道，我们一起学习守护财富与健康生活。好，我们直接进入正题。第一种，我们必须果断停止花费的钱，就是那些利息高的吓人的消费贷款，以及一切为了面子、为了攀比而进行的超前消费。我完全理解现在的消费环境，手机一打开，到处都是零首付、分期免息的诱惑，让你觉得买一件几千块、上万块的东西，每个月只要付几百块，轻松无压力。但朋友，这正是最需要我们警惕的地方。这种分期就像温水煮青蛙，在经济好的时候，你工作稳定，收入可能还在增长，这点月付不算什么。可一旦经济环境转冷，如果你的收入受到影响，这些每月雷打不动的还款就会从小压力变成大山。尤其是信用卡的循环利息，还有各种网络借贷平台，那些看似很低的日息，你认真算一下年化利率，动不动就超过 15%、20%。你要知道，在投资界，除了巴菲特那样的传奇，普通人几乎不可能长期稳定获得 20% 的年回报。那你为什么要让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，以这么高的利率白白流进别人的口袋呢？从现在起，好好清理一下自己的债务清单，别再为了最新的手机，为了一个彰显身份的包包去透支未来的安稳。记住，在未来几年，充沛的现金流可能就是你的氧气。说到这，可能有人会想，我不借钱，但我用自己的存款买点好的奖励，自己总可以吧？比如换一辆好车。这就引出了我们要重点说的第二点，在当前这个阶段，尽量不要去买全新的，特别是品牌溢价很高的燃油汽车。车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，是一个从你买入那一刻就开始贬值的消耗品，而不是能增值的资产。老话说，新车落地打8折，现在的状况可能更复杂。全球都在向电动车转型，环保法规也越来越严，传统燃油车的保值前景正面临巨大不确定性。在经济充满变数的时期，背上几十万、上百万的车贷去买一辆新车，这个决策的风险系数很高。你想想，一辆100万的车开出 4S 店的大门，价值可能瞬间就缩水了10几20万。这20万如果稳稳地放在手里，在关键时刻可能就是一家人半年的生活费。而且好车带来的不只是购车成本，还有更高的保险费、更贵的保养费和油费，这些都是持续不断的支出。如果你的生活确实需要一辆车代步，那么车况良好的二手车或者经济实用的代步车是更明智的选择。当别人为了面子开着豪车却为月供发愁时，你开着一辆实惠的车，手里握着实实在在的现金，这种从容和底气才是真正让人安心的。既然提到了车和大的消费，我们自然要谈到另一个很容易让人冲动，也更容易踩坑的领域，那就是第三点，千万不要把用来保命、保障基本生活的钱投入到你完全看不懂的高风险投机项目里。这包括哪些呢？比如那些没有任何业绩支撑，纯粹靠一个热点概念炒上天的股票，比如那些你根本不明白其技术原理和实际价值，只听别人说能暴涨的虚拟货币，还有各种来历不明，号称能让你快速翻倍的投资计划。在经济周期转向之前，市场常常会出现一种末日狂欢，
各种报复神话满天飞，让人心痒难耐，生怕错过这班车。这种害怕错过的心态是最危险的陷阱。很多人在上一轮泡沫中高位接盘的资产，到现在都没解套。如果2026年真的迎来调整，市场会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扫除，那些没有真实价值支撑的资产，跌幅会非常惨烈。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守住，是确保自己的财富安全过冬，而不是拿着本钱去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。如果你不是专业投资者，如果你看不懂复杂的财务报告，如果你无法清晰说出这个投资标的为什么值这个价，那么最安全的做法就是远离，宁可少赚一点，也绝不能把本钱亏掉。这是度过经济下行期最重要的原则之一。讲到这里，如果你觉得志玲说的有道理，或者你也曾在这些方面有过深刻的教训，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，我们可以一起交流。也请你把这部影片分享给那些你关心的，可能正在过度消费的朋友，你的一个转发，也许能帮他们避开一个大坑。接下来我们要说的第4点，可能触动很多人的传统观念，那就是不要在经济前景不明朗的时候，盲目加高杠杆，去购买超出自己承受能力的大房子，或者进行房产投资。我们华人文化里，有房才有家的观念根深蒂固，买房置业是人生大事，但做决策不能只看传统，更要看现实环境。全球房地产市场经历了长期的牛市后，目前正处于一个高利率的敏感时期，每个月的房贷是一笔刚性支出。如果为了住得更宽敞，或者抱着投资增值的想法，你把所有的积蓄掏空付首付，还要背上占收入1半以上的月供，这无异于是在走钢丝。一旦经济下行，房价出现波动，你不仅面临资产缩水，万一工作上再有风吹草动，导致断供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在2026年之前这段时间，如果你现在的住房条件能够满足基本生活，就不要轻易去折腾换房。如果你还没有买房，一定要量力而行，不要为了一步到位而让自己和家庭背负难以承受的压力。如果一定要买，务必确保月供在你的安全线以内，并且手里要留足至少能覆盖1-2年房贷的应急现金。房子应该是为你提供温暖的港湾，而不是让你日夜焦虑的源头。除了房子、车子这些大项，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隐藏着很多悄无声息吞噬金钱的小偷，他们单次金额不大，但积少成多，一年下来就是一笔可观的数字。这就是第5点，要坚决抵制为了炫耀、为了攀比而去购买奢侈品。我知道，刷着社交软件，看到别人晒出新款名牌包、限量球鞋、名贵手表，心里难免会羡慕，会觉得拥有这些就能提升自己的社会形象。但这恰恰是消费主义设下的精致陷阱。在经济好的时候，偶尔奖励自己一件，无可厚非。但在经济寒冬可能来临的前夜，这些奢侈品的属性会发生变化，它们很难快速变现。当你急需用钱时，你会发现当初花几万块买的东西，在二手市场可能只值几千块。而且奢侈品带来的消费常常是连锁反应的，这就是所谓的狄德罗效应。你买了一个昂贵的包，就会觉得需要搭配一身好衣服，有了好衣服，又觉得该换个更好的场合，不知不觉，你被一件物品绑架了整个消费体系。真正的体面和阶层，不在于你身上有什么 logo， 而在于你银行账户里的数字，在于你面对突发状况时的不慌不忙。把买奢侈品的预算存下来，用来投资自己的技能学习，或者为家人配置一份充足的保障，这才是更高级、更智慧的生活方式。这第5点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尤其重要。虚荣心是导致月光甚至负债的一个重要原因。说到月光，第6点更是现代人的一个普遍痛点，那就是那些你几乎不用却一直在自动扣费的订阅服务和会员卡。我们进入了订阅制时代，追剧要会员，听歌要会员，用的办公软件、修图软件要会员，连叫个外卖都有会员。每一项单独看，一个月几十块、10几块，好像不痛不痒。但你有没有认真算过，把所有订阅项目加起来，一年要白白流走多少钱？更典型的是健身房年卡，多少人年初信心满满的办卡，结果一年就去那么2-3次，几千上万块钱就这样打了水漂。在经济吃紧的时期，我们要学会给生活做减法，仔细审核你所有的自动扣费项目，
只保留1、2个你每天都在高频使用的，其他的统统取消。运动不一定非要去健身房、去公园跑步，在家跟着线上课程锻炼，既免费又有效。关掉这些不必要的金钱水龙头，不仅仅是为了省钱，更是为了重新夺回对自己财务的掌控权。你要清楚的知道每一分钱花在了哪里，而不是迷迷糊糊的被商家持续收割。我们已经详细探讨了6种需要警惕的消费了，如果能切实做到，你的财务健康状况一定会改善很多。但接下来的3点更贴近我们的日常习惯，改起来可能更需要毅力。在继续之前，如果志玲的分享对你有启发，请记得给影片点个赞，你们的支持是我持续创作更多优质内容的动力。好，我们继续。第7种，我们要节省下来的钱，是花在过度频繁且无效的社交应酬，以及价格虚高的外出就餐上。人是社会动物，需要朋友和社交，这没错。但请你诚实的回顾一下，你参加的很多饭局、酒局，有多少是真正在促进感情、交流有价值信息的？又有多少只是大家在互相吹捧、攀比酒量，说些空洞的场面话？一顿饭吃掉几千块，除了换来一时的热闹和第2天早上的头痛，还留下了什么？在经济下行期，这种既浪费金钱又损耗健康的社交是需要被精简的。真正的朋友关系不会因为你请不起高档餐厅就变质，约在家里自己下厨做几个家常菜，或者去个实惠可口的小馆子，交流反而更真诚、更深入。而且学着在家做饭，不仅仅是为了省钱，更是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负责。外面的餐饮为了口感，往往重油重盐，长期食用对身体是种负担。省下无效社交的钱，回归家庭餐桌，你会发现生活不仅开销少了，亲情和健康还多了。紧接着第7点、第8点是很多追求潮流的年轻人容易陷入的误区，那就是盲目追逐快时尚和电子产品的快速更新换代。现在的商家太会制造焦虑了，手机每年甚至每半年就推出新款，衣服更是每周都有新品上架，他们不断地暗示你不买新款你就落伍了。但冷静想想，现在的手机性能对于日常使用来说早已过剩，2、3年前的旗舰机依然非常流畅。你真的需要为了摄像头那一点点的参数提升，或者一个新颖的配色，就多花上万元去换新吗？还有那些快时尚的衣服，价格不贵，设计新颖，但质量往往堪忧，洗几次就变形、起球，最终变成一堆穿不出去的垃圾。这不仅是金钱的浪费，也是对资源的浪费。我们应该倡导一种更可持续的消费观，购买少而精、质量好的经典款衣物，可以穿很多年，把手机、电脑等电子产品用到其寿命自然终结，再考虑更换。这种物尽其用的习惯，不仅能帮你省下大量金钱，还能让你从不断追逐物质的疲惫感中解放出来，体验到简单生活带来的踏实和快乐。最后，第9点，也是最具有欺骗性、最需要我们用智慧去辨别的一点，那就是警惕那些质量低劣、承诺快速暴富的知识付费课程和速成班。每当经济出现波动，人们感到焦虑，急于寻找出路时，这类课程就会大量涌现。他们精准地抓住你想赚钱、想改变现状的心理，精心包装出各种各样的财商课、短视频带货速成班、某某风口投资指南等等，告诉你只要交了这几千甚至几万的学费，就能轻松月入10万、100万。朋友们，请务必清醒一点，如果真有这样轻松又暴利的赚钱秘诀，他们为什么不自己悄悄赚，反而要大张旗鼓的来教你呢？他们的盈利模式很大程度上就是收割你的学费，也就是俗称的智商税。真正的知识和技能提升从来都没有捷径，它需要你静下心，花时间去系统学习和实践，购买经典的书籍来阅读，在职场中虚心向前辈请教，利用互联网上大量优质且免费的公开课资源，这些方式往往比那些昂贵的割韭菜课程更有价值。不要因为焦虑而病急乱投医，你的焦虑正是那些不良商家眼中最好的商机。朋友们，以上是为大家梳理的面对经济调整时需要节制的9种花费： 1. 高利息消费贷； 2. 溢价过高全新燃油车； 3. 不懂得高风险投机； 4. 超承受能力的房产； 5. 炫耀性奢侈品； 6. 不常用订阅服务； 7. 无效高消费社交； 8.
快时尚与电子产品的无谓更新。9. 劣质速成赚钱课。或许你会想，这也不花，那也不买，人生岂不少了乐趣？但省钱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拥有选择权，节省这些非必要、高风险支出，就是在积累抗风险资金。想象一下，当风雨来临时，许多人因债务失眠，因失业焦虑，而你因提前准备，没有负债，手握现金，有可靠的车，无压力的房和健康的身体，便能从容应对，甚至有机会在低谷购入优质资产，实现财富进阶。这才是真正的远见与负责。不花冤枉钱，不等于过清苦生活。我们可以把资源用在更值得的地方，买更新鲜健康的食材，投资真正提升职业能力的课程，带家人享受大自然的阳光空气。这种精神富足与内心安稳，是任何奢侈品都无法给予的。通往2026的路，或许是现金为王、稳健为先的时期，不必比谁赚得快、买得贵，而要比谁活得更稳、更踏实。就像聪明的动物过冬，默默储备，加固巢穴，平静等待季节变化。希望我的提醒是多余的，愿2026一切更好。但作为负责的成年人，我们应抱最好的希望，做最坏的准备。风雨不来，攒下的钱让你更自由追梦；风雨若来，你便是那个能安心入眠的人。感谢你耐心看到这里，说明你是有远见的人。若今天有一个点触动你，改变了一个消费决定，这期分享就值了。欢迎你在评论区聊聊，为应对未来，你已开始哪些准备？有哪些省钱理财心得？让我们互相学习，彼此鼓励。也欢迎点赞、订阅健康之道，分享给关心的人，让我们一起稳稳地走向未来。下期再见。